欢收看关键时刻。台湾的过年真的是开开心心，大家放烟火、给红包、说吉祥话。但是中国的过年是什么？死气沉沉，有多惨？但是你看到了除夕夜的中国，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不准在除夕夜放烟火，甚至要罚30万。这时候中国人不爽了，他们竟然上演一个叫做烟火革命，他们开始打了游击战。你看到这么多人都上了街头，他们只干一件事情：我不要被抓，我要放烟火。甚至有非常多处的地方，烟火的这个火都已经火光，全都已经都出来了。所有的公安警察要抓，根本没有办法去抓。而更让他觉得更奇怪的点是什么？是河南卫视，它在春晚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剧本、你的脚本，你要播出什么东西，不是都有管制吗？怎么会突然在一个时间之内全部都被下架呢？为什么会这样？你看到这张照片，完全都懂了。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的过年面如死灰？这是中国国务院举行的春节的团拜。你看到这里面的每一个人脸，你觉得他像在过年吗？每个人脸上都毫无表情，他们诉说着我是谁，我在哪，甚至有很多的位置都没有人坐。你觉得这是一个过年该有的样子吗？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现在习近平权力一把抓的时候，中国的内部更是非常的动荡。因为现在这些人脸上，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只要说错话，不合圣上意，你随时都会被拔关，甚至你连你的命恐怕都没有了。对，虽然一直有人说，台湾的这个过年味道越来越淡，但是我跟他讲，今年的这个中国是没有过年的味道。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个中国的这个大城市里面，几乎你听不到一声的这个鞭炮声。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中国人玩这个，如果你用空拍的话，中国的夜晚大家都在放鞭炮，但是今年完全没有。就今年搞了什么呢？因为中国全国在这个他们出动军警消人员啊，各式各样官啊，都去堵什么？堵你不能放鞭炮。所以呢，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民众想放鞭炮。所以呢，出现一个游击战，什么游击战？对，他们在放鞭炮的时候，你看就是拿着我放鞭炮还要打游击战，对，放鞭炮完之后，警察来追你，所以呢，他跟警察那边玩这个关防止你放鞭炮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不能够放鞭炮呢？因为有一个传言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除夕嘛，那除夕来说就有人要除夕嘛。就所以除掉习近平，所以就有人说，不让你过年这样的感觉。但当然这是民间的这个说法。好，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也是非常诡异的这个说法，因为刚才赵和提到这个河南卫视，他要做一个春晚。对，那春晚里面的说法，就没想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播一系列的节目拉黑了。对，马上就拉黑。那为什么被拉黑？因为就有人就说你这是高级黑啊！为什么高级黑？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节目叫做《长夜中尽山河月明》。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啊，这个很正常啊。可是问题是就出现在这几个字：长夜中直接嘛，尽是习近平的尽啊，你这个有声音不行啊。终尽，对啊，终结习近平，对啊，就因为这终尽，对，被拉黑，除夕中尽，这都不行啊。所以呢，这就让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现在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说，习近平如何靠整肃老大哥实现绝对的权力，他把张又侠整掉了。而且《华尔街日报》不是在讲了更多的这个内幕吗？说他去这个开会的过程就被抓走了嘛。好，那这样绝对权力之下，他反而变成是非常害怕，他反而是变成是草木皆兵，你不能够不能够过除夕，那你也不能够什么中尽，这个也不能够做，你不能讲谐音的东西，你谐音你弄到我就是拉黑，不准。对，所以民众会觉得说，这个年味就完全不对嘛。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他们中央这国务院举行青春团拜的时候，每一个人好像搞木死灰？如果你仔细看每一个人的脸，你会觉得这个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在笑，其他人都几乎笑不出来。这个哪像在过年？对。这就是典型的笑不出来。对，没错，完全笑不出来。而且如果因为他们因为过年嘛，虽然说尴尬死了，他们都打红色领带嘛，但如果你把它换成是黑色领带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就好像不是在庆祝，你好像是怎么样？有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发生吗？这个官员大家都非常害怕。对，老百姓呢，你要过的这个好年来说话，你也要看老大哥这个习近平的脸色。虽然说今年的过年来说话，这个中国是完全没有过年的这个味道。而且松哥，我们没在跟大家开玩笑的这是2025年，去年对，去年这是河南的除夕之夜，你看到这个画面是。biang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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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g， 大家多开心呐！对，没错，烟火齐发，这才是我们要的过年呐！对，多爽！
今年完全不一样了。对，没错。那过去是这样子，他们就我不知道中国民众跟我们台湾非常类似嘛，反正过年就是放鞭炮，炮竹一声除旧，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尤其是小孩子，好不容易可以放。你知道人家去之前人家说什么？他说湖南的除夕堪比二战战场。你看这今年，去年到处烟火，今年你看。正好你看这个街道上面冷冷清清，说好了鞭炮声呢，没有鞭炮声，不是鞭炮声没有也就算啊，人去哪里？是没错，人去哪了？那为什么？因为今年呢有传言就是说呢，他告诉你说不要放鞭炮。好，那不只是说不要放鞭炮，赵你知道，他们还真的去你家检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相关的这个公安人员，然后他到家检测仪器，然后那边拿着检测仪器就说，我们这个严禁这个放鞭炮，而且不能够有这个非法的这个炮竹。你看，他们就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到每个人家里外面去站岗对，看你们家有没有烟火这样的状况。好，那甚至警察还这个检查你的后车厢，说你有没有这个烟火啊？你是不是要去放烟火啊？有烟火啊？你看这个旁边，你看旁边一堆，被人家没收了烟火跟鞭炮一大堆。就这样子啊，不能够来这么多，这是一大排，对，你都不能够来。而且你知道，他还有这样子哦，他们还有这个禁止烟火的时候，还有志愿者在那个地方哦，就那边站岗什么，你不能够放烟火，他们那边盯你哦，你谁敢放烟火，我们看看你的状况。那甚至还出动无人机，无人机在天空飞。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这个不要放鞭炮，不要放鞭炮这样子一个状，全区这个禁止这个燃烟火这个烟花炮竹的这样的状况哦。对，你看还有无人机都出来了，他那边拍，你看他上面写的禁止燃放烟花炮竹这个视频举证，这太可怕，无人机去广播，然后机器人这种小型机器人。他去这边举证，他拍影片，是没错，你被我拍到就死定了。你张兆和，你敢放鞭炮，我给你开出罚单这样的状况，你会觉得这个也太夸张，放个鞭炮有必要这个样子吗？好，所以就是说，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游击队，对，游击队怎么？你管得太严了吧？那这样好，我们人数一多，反正我们人这么多，你也不知道我们要抓谁，对不对？他们就很多民众就集合起来说，说好说我们要到哪里放鞭炮，对，然后就放烟火的时候放了，好，那警察来啦。问题是警察，你要抓谁？你也抓不到，这么多人，你管我抓不到。好，所以你看，事实上他们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另外新的梗，叫什么？你看，知道什么？河北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就是说你没有错，你叫我们不要放，我们就要放，就是我们要反抗你这样状，就是那放鞭炮。好，那还有说什么？你看，河北人没有人是孬种啦，我们就是要放鞭炮。河北人这样说的时候，天津就说什么？谁说我们天津怂啦？我们看好啊，马上就开始放鞭炮了。所以呢，这就变成这样，马上开干了。河北啦、天津啦、北京啦，大家都在放鞭炮，就是说你叫我不要放，我偏要放。所以呢，这就变成是一个民众的这个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民众对官方不满的一个宣泄嘛。哈，那还有民众怎样？他在路上放鞭炮，那警察在后面，他还追，他还骑脚踏骑车在那边追，然后他是直接这样子骑车，然后一边从后面就咻咻咻。对，没错，就拿了台湾那种冲天炮，类似冲天炮这样在那边放，然后警察在后面追。这个在中国这次这个屡见不鲜啊，在很多地方上面，在很多路上都看到这样。你看警方大家都在放鞭炮，你要抓谁，对不对？好，那样还有什么？这警察监视器，那监视器的视角，他们在看，你看，他们也不知道要拍谁啊。对啊，这个监视器里面是。多数都在放烟火，对，你只要看到要抓谁都是火光，对，没错，都是亮的。我要拍谁，对不对？我要举例谁？你看这个火光一闪一闪，就是大家在放鞭炮，所以显然大家不理你嘛，对不对？甚至还有什么？这个摄影机，就用监控的摄影机来说是被打掉，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说你用这个摄影机在看我放鞭炮，我要放的时候，我就先把它打掉。所以这就是目前为止来说，民众都觉得你莫名其妙。好，那不只是说真的禁止你放鞭炮啊，你看还出动什么？你看。我们就说，照我问你，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一把手到什么地方去？地方首长的话，都是去庙里面跟民众发红包啊，对，去问那个所谓警消人员，说你们辛苦啦，什么加菜金，他们不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确切加强这个烟火爆竹全面安全监管。也就是说，他们目前为止，你看，这是正月初3。这个汾阳市的这个市长那个李冰峰，他去检查炮竹，对，好，那还有个刘飞，他也是去检查炮竹，他们都是去一把手，对他们说大年初3的时候，浙江、湖北、江苏、黑龙江、甘肃10几个省的党政一把手，他们就出勤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专门查一些所谓的这个烟火炮竹。所以你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哈？对，那还有没有抓到人？真的有抓到人。你看，这是泸州公安说，你看。我们今年春节已经办理涉嫌烟花炮竹案近100件，
处罚100余人。你看，他说他说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还有行政拘留等处罚100多个人，然后收缴各类非法烟花爆竹27500件。我没有听错？在台湾放烟火炮，放什么仙女棒没事，冲天炮没事，大家没事吗？他抓了100多人，而且那最夸张是什么？你看他们就觉得说，今年其实有大红包可以赚。什么大红包的造文你知道吗？去检举非法炮竹。对，你看这样，中国很多地方，你看这个是洛阳哦，你看检举非法炮竹、非法的这个行为的话，你看奖励30万。等一下，30万是人民币吗？人民币啊，你30万，我检举他，我可以赚120多万台币。对，30乘以5是150万。150万，你个这太夸张了嘛！你看还侧3，最高30万，然后金华开发区最高30万。他想说这有没有搞错？你这个奖赏也太多了嘛！对，过去搞不好3万就已经很多，他居然有30万，大家都在30万，就是你看内蒙啦，然后这个所谓浙江啦，然后鹤山啦，然后还包括洛阳、河南，这个太夸张了。大家想说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这个奖赏金啊？而且世东哥，这照你这样讲，30万那真的出大事。是啊，这些刚刚你讲的这100多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当然知道，我有30万去给你罚吗？或者是怎么样？是啊，可是这100多人，他们真的要干一件事情，是他们真的是来造反的。对，我就跟你说，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态度不满嘛，哈。那我们跟他讲，为什么中国民众会觉得说这个过年过得很闷呢？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海外的华人怎么过。这是在什么地方？这纽约，你讲纽约也太夸张，真的因为纽约有非常多华人区。那这是美国的警察，然后他到纽约的这个华人区这个地方去，结果没想到，因为华人区呢，他们放鞭炮之后，他们喷彩带，大家互喷彩。那这个警察，他们也跟你在互喷彩带，大家同乐。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太好了吧？对。就中国网友看到这个就说，最没年味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对。他还说这才是过年要有的样子，因为大家同乐嘛，就应该是警察跟你同乐。就中国是变成怎样？警察在追你放鞭炮，然后这个官员在追你，这个是不是家里面有囤鞭炮？而且世东哥，你看到这个弹幕上面太有趣了。中国网友说回来吧，外面全都是斩杀线，对，然后与民同乐，对，美国太坏了，不是现在怎么样？只能这样子穿，那等于是高级黑，这才是斩杀线啊！我就跟你说嘛，就是你看他们过得非常那么快，你看鞭炮、炮竹，然后什么这个所谓的彩带拼命的喷，那这是什么？这在曼哈顿的这个唐人街，你看这个过年的这个初1的时候，大家都在放鞭炮，还有舞龙舞狮。我讲中国你有没有看到舞龙舞狮啊？哈，中国人看到的时候觉得闷爆，是啊，两样情，是墙里墙外也差太多了。对，那好，如果没办法放炮，那怎么办呢 ？OK， 那我们就来看直播嘛。中国各地都有春晚啊，对，这个你可以看央视的春晚，有这个机器人跳舞啊。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们来看这个河南卫视。为什么河南卫视它推出了一个叫马蹄声声朝前要这样一个这个直播的一个状况？对，就直播没多久说，居然有800多万人在看哦，对，就没想看没多久之后就下架就没了，就黑幕了。他想说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个叫什么节目？这叫做永乐未央。对，那永乐未央是什么呢？他就说了，这个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中国的这个神明，还有中国神明，看汉风的这个神明纷纷出场，而且都是 AI 的哦。对，没错。然后他就说有出现什么推背图啦，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各地方出现的神明都出现了。那为什么这个觉得很夸张呢？第一个，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无神论哦，那你要无神，你跟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这是互相违背啊！好像让这个仙界集体归位，这是在公然这个抢夺群众基础，这个太夸张了。这帽子也扣太大了。另外第二个就是长夜中进，对，我们一开始讲了长夜中进，长夜中进，因为这个是进，是习近平的进嘛，对，你要终止习近平，这样不对吧？而且他这个故事的这个一开始是从这个历代的战争，然后一直到最后的这个黑衣人出现，所以他是什么？他是穿越剧，对，穿越到后来，从古代到现在拿现代的枪支，没错。然后他拿了现代的枪支，好像要斩首人的这个状况，然后后来就出现长夜中进这样的状况，然后祖国就会迎来光明啊。好哦，那松哥他穿越过去之后，他带了夜视镜了，对，带了夜视镜，好像要来干掉某人这样的状况嘛。对，那这个时候他会让他觉得说，马杜洛之前不是才被这个抓走这样子，对，就有点这样的既视感。因为其他长夜中进，这个山河月明，你们觉得这听起来就有点怪？所以今天这个画面，他认为说这个中进，这个带着这个夜视镜的是要去抓习近平的。对，好，那你中进了之后就会有月明嘛，所以就中进之后就月明嘛。那所以意思是讲，现在就是长夜嘛。所以你不是，那你觉得暗示现在不好嘛？对，所以这就等于是，但为什么他会说你是颠覆国家？哈，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他那一天的节目里面来说话，他有什么万马奔腾啦，这是舞蹈啦哈，然后还有长夜中间，这个是已经出包了。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啦？永乐未央这也出包了哈，青春之我啦，花月同春啊，那敢问路在何方啊，这个一大堆哈。我跟他讲了，中国的这个节目都是要经过这个审查的，他们要校稿，里面很多东西你都要看。所以之前就一定过了，过了之后才可以播嘛。那好，那你现在为什么会过？还有另外一个也出包，叫《敢问路在何方》。敢问路在何方？对，这不是演唱的是胡夏，怎么了吗？好，那这故事是什么呢？看看我们知道这个西边取经，对不对？对，唐三藏取经要经过9981难这样的状况。好，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民众也是处在9981难之中，所以呢，他有这个女性的这个状况，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男性，我们无力释放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寻找这个情绪出口？还有这个小孩子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说人生81难，就是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课题这样一个状况。哎，那你讲这是什么意思？你把中国现在民众讲的大家都过得很苦嘛？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这样是不是在暗喻隐喻说现在你的生活不好？对，这行吗？你觉得习近平看到这个，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吗？翻脸了。你是怎样？你是暗示我在治理下的中国是不好吗？大家都过得这么难吗？为什么你在新年的时候要敢问路在何方？你应该是说中国泱泱大国啊，对，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复兴，你怎么播这种节目嘛？这不行嘛！你大过年触眉头，你触习近平的眉头嘛？对，我们不是说吗？你在过去呢，你讲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哎，你这不是公然就说中国民众生活不好？每个人民是过得9981难。对啊，所以说不行，所以这个当然没办法。这样子很怪啊！今天都有这么多敢问路在何方、长夜中尽、永乐未央，就你刚刚讲啊，不是都要审查吗？这些节目你怎么自演的 MV 你都有看过啊？是啊，不是都过了吗？是，所以为什么？所以我说为什么国家要进驻？因为现在国家是怀疑说里面文宣系统你要搞我嘛，有人在搞习近平，对呀，不然这些绝对是不能够过。那为什么会过？好，那到底是谁让他过的？对，好，那你电视台里面的人到底是谁要弄这些节目？所以为什么国家要进驻？我觉得问题就在出现这个地方。不过这也告诉你说，他们也管得太多了嘛，这就是这个习近平可能真的是管的这个太多，他不安全感虽然有绝对的潜力，但是其实他充满了不安全感。好，那我们一开始就回到一开始嘛。他们不是举行这个团拜，对不对？你看团拜里面来说，你看李强啦、赵乐际、王沪宁啦、蔡奇啦、丁薛祥啦、李希、韩正，他们是7个常委。你看每一个人表情都是非常的严肃，对，好像出席在这个地方也没有感觉到快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为什么他们是面如死灰的样子？你看到我们特别把这张图抓出来，他说旁边原本都要坐的非常满人，对，没错，人很多嘛，那过年团拜，是啊，空位置。空，对，人去哪了？是不知道，对，人去哪了？会不会下一个真的就是我了？好，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表情都那么糟？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每一次新春谈判，好不容易全中国的高官都聚在一起，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但是今年呢，他看到周边旁边，我的同僚，我的前长官，对，不见了。你觉得他谁怎么不见了？而且很多人，你看，我就跟他讲。如果你是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不会来了，你干嘛还把他空这个位置？对，表示很多人是这样临时不见的嘛。哇塞！对啊，临时不见，那才会这样子啊。那么多高官都不见了，然后就有人就说，那是什么？好像我在看谁没有来的话，就是什么点名册，他就已经被调查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人家还看到一个老面孔。对，这个老面孔是谁呢？是这个孟建柱。孟建柱是什么？他过去是这个江派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的部长。你看，对，那以前是这样。公安部长他等于是什么锦衣卫，负责杀人的，对，就是刀把子。好，那过去他是这样哦，黑发，那这次是白发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当权派了嘛，对，我让你出来之后，你就不能够染黑发，你要给我染白发，然后看起来是死木搞灰的样子，就是你已经不是官场的主流，拿出来给你亮一亮你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对于孟建柱来讲，他也乐于这样。是，如果我今天去黑发，我来了，是我变成了习近平的威胁。是，我曾经也是公安部长，是我曾经帮你杀过人，是，你可能觉得我还有权利，我可能就死很惨。对，结果他这次是一个白发，对，然后他一副很弱、很虚弱的样子。对，没错。
我没有用了，对你不要再整我了，对你不要杀我。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要整的就是你有实力的，我就要整你嘛。对，张幼霞是在这个去开会的过程被抓，你怎么知道他们开完会之后，搞不好蔡奇走了就被抓走了？不一定啊。所以大家都人心惶惶，所以为什么他们都是面如槁灰，面如死灰？因为说真的，谁能够做到明天，真的谁也说不准啊。宇轩，你看到这一张图，为什么说这一些人明明就是要开心的春节团拜，每个人面如死灰？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他今天完完全全把张幼霞被抓的整个始末全部都公布出来，这很可怕。从用了谁，去了哪里，怎么样去拦他，之后把人放在哪里，就是这一篇，完完全全都巨细靡遗了。照这个叫做布局已久，为什么？因为现在外媒呢最好奇的是说，到底在1月19号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幼霞怎么被抓的？因为你不用期待从中国的媒体里面看到相关的讯息。结果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呢公布这篇报道之后，吓坏众人，因为这个叫做预谋已久，从头到尾就设一个大局。那个时候他说是怎么样抓的呢？原本是跟张幼霞讲说，请你来我们这个中央党校，我们刚好有这个秘密会议开会了，要进行召开，所以呢，张幼霞当然想说不宜有他，人呢就是这样的跟随自己的一些团伙，然后开始搭着车要往这个党校前进。结果没想到呢，当时刚好整个天气非常的阴暗，甚至我们讲的感觉到那个我们讲太阳都被整个乌云给遮住了。到了一半的时候，人就被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呢，根本没有到达党校。也就是呢，我们现在来去推断，因为现在只有一张照片是1月12号的时候，张幼霞的住处都被包围住。那现在华尔街公布的日期叫做1月19号，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是说人从他这个疑似是玉泉山军武会的这个首长住处，要到北京中央党校，换言之路程并没有太远。走到一半的时候呢，瞬间就被相关的特勤跟习近平的人给拦了下来。拦了下来之后呢，就这样带走。那就带走之后呢，就从此再也不见天日。与此同时，更狠的是什么呢？当他去带走张幼霞的同时，刚好张幼霞有一个儿子，对，他在军方工作，担任的工作就是研究员，抄家灭族。他把他们儿子、家人等等一并的，全部都带走。所以他不是只针对张幼霞，他是同时间多处地点同时行动，住处张幼霞、张幼霞儿子、张幼霞家人全部一起杀，你知道吗？张幼霞当时为什么会被清洗？为什么我们刚才讲预谋已久？这个人我要帮各位介绍，他原本是上海的这个武警，他叫做陈元。但你知道后来陈元他调动到哪里去吗？数位北京。你刚刚讲陈元对不对？《华尔街日报》他特别去报道说，是张幼霞被带走的数日前他才悄悄任命的新指挥官就是陈元。带走几天前要发动的时候，我任命你下去，你早就预谋好了，我把你放到那个位置。过几天后，果然。真的就杀了。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成员比起说他是来去抓张幼霞的，不是他唯一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你知道什么吗？管控消息。对，我把所有消息都封锁，你当头，你不要让张幼霞有任何知情的可能。他完全不用军方人士，对，就是把你这个所谓的消息网、消息线全部都断掉。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不用军方吗？因为军方根本行径不懂，全部都是张幼霞打造的。对，那我怎么敢去用你的人？所以你看消失之后呢，更可怕的来了。这是军方领导高层最近在透露的。20号那时候有另外一场活动，叫做学习研讨班，习近平照常去你知道吗？那时候20号就习近平人在现场，对不对？他抓走人，对不对？他说张幼霞缺席，没有任何人知道说张幼霞已经被他抓走了，是到24小时之后文官才知道。然后呢，军方的系统也就是张幼霞系统，24号的时候已经隔了1、2、3、4、5天，然后才看到报纸见报纸张幼霞被抓走了。那他们说为什么习近平这样做？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一直在分析，他认为说呢，跟当时普丁这个瓦格纳的这个头目普鲁格金有一个很大关联性，因为普鲁格金大家知道说是俄罗斯最尖锐的一个矛，结果没想到打乌克兰打到一半呢，突然间叛变，所以他已经想一个概念。你军方再强大，如果没有忠诚都没有用。对，所有事情要抓在自己手里面。所以呢，在这个启示跟状况之下呢，早就已经埋下了一个罪祸的种子。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这是中国的知情人士，而且是很高层的他透露出消息，原来习近平在2023年的时候就认为张幼霞可能就是普里格金。是防的要死的，对，所以这个局可能设了3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有跟访问到这个中国非常高层到这个军事将领相关的人员说，其实当年呢普里戈金发生这个叛变的实况的时候，因为呢这个习近平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说第一个，你既然原本是这么亲密，就最后面呢普里戈金发生这样的叛变，那未来再对比到军方的角色，我们刚才是在强调。
他是俄罗斯的一把矛。那请问一下，朱日和不就是张幼霞他一手打造的？他也是他的人，中国的矛啊，他是中国最精锐的一个部队啊。所以如果说今天普里戈金会反叛，因为代表他军权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可以不受掌控。而如今他转头一看，自己的老大哥，你现在也长得跟普里戈金一样大，甚至更大尾，那我怎么能信你呢？我不可能凭着说你对我之间的从小情谊，或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或者更有良心，这个叫什么呢？怀璧其罪，因为你拥有这样的权利，拥有这样的势力，在军方这样的部署，我不可能再容得下你。在我现在整天风吹草动、鹤唳风声 ，CIA 整天在恶心我的状况之下，他产生了疑心，所以他要在抓他前，他竟然把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停止演训了。对，就是我怕你动。如果到时候你来秦王，或者你有任何动作，我干嘛呢？我先把你的手脚给封住。所以当这个朱日和基地被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宣告一个概念：习近平准备要出手，而这个对象就是张幼霞。而当他今天一出手之后，结果来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一场扑杀的大戏，习近平已经准备了2-3年之久。坤哥，我们都知道，中美大战已经有非常多领域在开打，科技战、经济战，甚至矿产战都非常多。结果现在最新上来是什么？是谷爱凌战。心想，冬奥的这个东西竟然变成是中美2个大的角力，尤其是谷爱凌。谷爱凌现在已经现在美国人超讨厌她的，甚至从范斯，甚至到了贝森特都出来轰她了。对，现在中国跟美国就像开战前的前戏，你作为一个美国人，拥有美国国籍，就要誓死效忠美国，绝对不能有恶心。现在谷爱凌已经引起美国这样的氛围，你既然是一个美国人，你就要彻底效忠美国。所以《华尔街日报》整个媒体就全部把它起底，告诉你说，谷爱凌是如何被中国收买，中国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华尔街日报》这个报纸还特别，你看了一个美国人竟然披着5星旗去领奥运金牌，照片就有非常多的就是这一张照片，对。一个美国人就应该要效忠美国，那就是开战前绝对不能有恶心。所以他怎么去踢爆吗？他就把他的金额找出来，讲说谷爱凌到底拿了多少钱，用多大利益来出卖美国。他就找出来，2025年北京体育局就给谷爱凌跟另外一个运动员，光1年就有660万美金，再去抓20之后的过去的3年。这2个运动选手就拿到了1400亿美金1亿多，将近5亿台币啊！然后北京3年内拿5亿台币的补助，对，而且只补助2个人，当然他计划写2个人，那总共整个北京体育局1/4的预算全部只给这2个人啊！当初的条件还要求说谷爱凌必须入籍中国，不过到目前为止谷爱凌还是没有说他到底是哪一个国籍的，所以文章很残忍他就把他抓出来说，网友就抓出来说谷爱凌曾经1年就拿4700万。人民币将近2亿台币的钱，如果用这笔钱来养中国农村低保户，每人500块的金额，它可以养活8万人，1年的训练经费养活8万个中国人民。对，所以中国举国体制去拿这个金牌，是拿8万人1年的生活费，是去补贴谷爱凌，而且这只是1年，每年连续3年都给他钱。现在很多美国人都疯狂的去追逐什么？刘美贤的脸书，然后他的人数不断的上升，然后你数字来看他本来一开始他才21万，然后拿金牌的时候100万，那时候谷爱凌是200-300万的人数啊，结果现在刘美贤遥遥领先，他有435万，那可能谷爱凌才剩290。你说帮美国出赛的刘美贤，反而逆势看涨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在乎什么？在这样中美对抗大战之下，这个氛围就你说了，各到处开战，所以美国人是追逐脸书之后留什么？留为什么？不要像谷爱凌，要多像刘美贤。对，多要像刘美贤，不要像谷爱凌，这是她英文名字。每个都留言这样。都要当刘美贤，不要当谷爱凌，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运动了，不断的去追逐这件事情。而且你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是430，对不对？结果最新已经到450万，这表示什么？他已经变成了全球数1数2很红的体育明星，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现象。所以小粉红的领袖，胡锡进就跳出来了，跳出来骂什么？美国这些媒体、舆论界跟政界都是鸡肠鸟肚啊，度量很狭小，连副总统范斯跟贝森特也代表进入了川普的眼界，竟然批评说谷爱凌在美国长大，应该要为美国效力，然后还这个美国媒体还去吹捧刘美贤啊，还把他用
对美国的忠诚来批评、来对比谷爱凌的不忠。胡锡进后来讲出大实话，他就骂中国人，有些人跟着美国舆论在骂谷爱凌啊，在捧刘美贤啊，说什么他就是为钱而战嘛，他就拿了钱啊。最后胡锡进讲大实话，有人说谷爱凌是为了利益才代表中国出战的，他不排除有这样的考虑。当然那又怎么样？中国就是有钱啊，选择中国就会发大财啊。就是为了金钱而战。谷爱凌现在已经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运动员，她去年就有2300万美金，全球女生运动员她已经排进前3名了。但是她一直在掩饰一件事情，什么？她到底是什么国籍？她到现在都不愿意面对。红牛曾经赞助她嘛，在网络上说过说她放弃美国护照，加入中国公民。华尔街日报去问谷爱凌。这个马上就把它拿掉了。谷爱凌到处都跟他说什么？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中国人。那到底什么国籍不知道？对，到现在都没有承认。所以美国网络现在在疯传一个影片，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原来刘美贤跟谷爱凌曾经都是一起出在一个场合出现过。他们12岁，一个14岁。在同一个场合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这里是刘美贤，这是她爸爸，因为6·4运动流亡到美国啊。这是谷爱凌的妈妈，也是单亲家庭。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到底是谁。那谷爱凌在这里，刘美贤在这里。对，都成长于单身家庭。不过一个很重要重点，这也是范斯跟贝森特要骂的地方是，在美国长大，其实你是因为美国的教育体系跟美国的自由跟权利，你才会成功。美国灌溉了你，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你不应该要代表美国出赛，而不是为中国出赛？对，所以贝森特会说你其实在出卖美国嘛。很有趣的是，他的外公跟外婆都被翻身了，因为我们只知道他妈妈，不知道他生父到底是谁嘛。好，他的外婆叫做冯国珍，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交通部门的高级工程师。那谷爱凌会讲所谓的道地北京腔跟热爱祖国，就是因为他外婆冯国珍的影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群人其实也是爱美国，只是在赚人民币，然后到美国生活。我们把找出他外公嘛，外公叫谷正光，在上海出生，然后外婆冯国珍是在北京，然后他们都在中国的住建部工作，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好，重点是在这，退休之后移居美国旧金山，然后2014年在旧金山过世了。一样标准的一件事情叫终身不悔入华夏，家住加利福尼亚，赚中国钱到美国过生活。所以谷爱凌是什么？地质里面还是追逐钱嘛？他的家族都住哪？美国嘛。他的妈妈、他的外婆、他的外公都住美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可是完全的演绎一件事情，赚中国钱在美国花，家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嘛，可见他也是加利福尼亚人嘛。对，好。甚至连美国的史丹佛独立报校园报还把这个写了一篇反讽谷爱凌的文章。你看这张照片，其实充满了反讽。这是什么样的照片？这是文革时代，然后中共把谷爱凌塑造什么？戴着胸口戴一个红花，然后知识青年下乡，所以他们用这张照片来说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史丹佛大学，这不是谷爱凌的母校吗？结果母校的报纸开始去酸谷爱凌了。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酸的很难听了。到底多讨人厌？他现在已经是全美国在讨论的事情，而且史丹佛独立报其实非常用高级黑的方式来讽刺他。他说过去的1年，可能他赚了700万美金这么多，那他怎么赚的？就是跟中共签约。对，所以他最厉害的就是耗力跟诈术，所以就有人翻出来他号称学量子物理学呀，然后还会到处去讲什么违反物理定律的能力跟他的运动能力连接起来。结果校园报就去问那个物理系说，他讲的到底是什么？就物理系说我们从未有幸教过他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东亚研究系说，完全切割了。东亚研究系说他很有学术背景，可是人家都拿出来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假装上学的史丹佛学生。滑雪才是主业，学生才是副业。简单的讲，他就是一个假学生。所以史丹佛校友美国史上拿过最多金牌，14面金牌。他讲一句话：我对于谷爱凌选择金钱而非国家的决定感到极度恶心。我愿意没有钱为这个伟大国家拿14面金牌。这句话是充满讽刺的，是什么？
谁爱国，谁没有爱国，谁爱钱，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美国已经变成一件事情，很像2战之前开战。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要为美国而战，如果有些日裔有问题，就会被关在所谓的集中看守，甚至有很多德国的后裔要上欧洲战场去打德国人。对，一样的，现在美国跟中国的氛围就一样。你既然身为美国人，就要为美国效忠，不能像谷爱凌一样。廷伟，今天日经爆了一个东西出来，吓一跳！中国真的是有时候帮忙啊，有时候要害人啊。害人跟帮忙没两样。他说，在日经说什么众议院选举当中，中国近400个账户投入反高市的工作。我们都知道那一场选举对招式来说特别重要。就现在被找出什么？你有400个假账号，就这假账号讲的都是一些偏中国的东西，去骂高市的东西。但重点是什么？完完全全非常的拙劣，非常的粗鄙的。对，被人家看破手脚哈。这本来是这个中国的介选。运用这种假账号，想要去介入日本这次的众议院的选举，但是呢，反倒来讲的话，没有办法成功哦，反倒是什么？这偷鸡不着18米。你看到现在被所有人这个揭露出来啊，这400多个假账号，基本上你看那个头像啊，大部分都是使用重复的头像，或者一些卡通的头像，让人家辨别不出到底谁是谁啊。但是关键是在哪里呢？关键是在文章当中所写到的任何东西，在反高市的时候呢，都所谓的这个很多的手脚都被看破手脚了哈。那首先来讲的话，被人家发现了一件事情哦，国会议员啊哈，这个国会议员啊，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国会用2个这个简体字，你议员的议就用简体字就没问题。事实上，在日本的汉字啊，这个议员的议是用正体字的繁体字的议。就是这个，来，我们往前看，它的这个议员的议。竟然是什么简体字？对，你如果有到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站哦，那个地铁站来讲的话，那个议就是繁体字的议，绝对不是简体字的议。所以你会不会太这个所谓的太夸张一点了？那这些文章当中就不断的一直重复贴。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做所谓的认知作战。而这个认知作战呢，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里也会用一些什么他说我是一名东京这个上班族嘛哈，那但是你看到下面的这个账号虽然有不同的人的账号，但是下面写的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哈，那他就很奇怪哦，因为他其实就是跟台湾，你知道台湾有人也讲说是反战。他就是拿这种 AI 的那种图，对，就反战。为什么反战呢？就是说啊，中国好强大啊，那你说日本的军事跟中国的军事来对比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中国啊。但是你往下看那个炮，那个炮有没有长得怪怪的？对，那个炮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日文来讲也是写这个炮，一个十在一个包。但是呢，这个字不知道是什么字哈，然后结果这是应该是用 AI 产生的哈。然后另外来讲，就往看战斗机的斗。这个是一个门，然后中间在一个斗，在一个寸，然后这是战斗机的斗，但是呢，他也写错了。问题是到底是谁写的？这根本就不是日本人写的嘛！这太荒谬，他是东京的普通上班族，竟然会读 CSIS 的战争模拟结果，你不是普通的上班族吗？是啊，而且好几个账号，你太认真了吧？一样的内容，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图卡，更重要的是，你看右边这个 Angela Thomas。他竟然在写高市早苗，竟然用汉语拼音叫做高市早苗，你有没有看到？高市早苗。对，事实上日本人不会这样拼啊，日本人拼高市就是 Takachi， 那直接用这个 T 开头的这样的字眼写上去，不会用这个所谓的汉字的罗马拼音的高市早苗哈，所以呢，这个就让人家看破手脚哈。那当然哈，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哈，那2月8号是投票。开票嘛，对不对啊？然后在选举之前，这400多个账号就隐形的不断的一直在散播这些假讯息，然后散播一些不同的这个立场看法甚至于说他们想要试图把统一教跟自民党的这些老人比如说安倍晋三啊、菅义伟、岸田文雄啊、石破茂啊等的做连结然后也想把高市早苗跟统一教做连结，但是不好意思高市早苗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多数的日本的年轻人的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他跟老人不一样，所以那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猪队友。那就是说，你基本上想要去反，就是说这个认为高市早苗跟这些人是一样的，但是这样你就是更加凸显出高市早苗的不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
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